大家好，我是 Joseph。这一段影片要来跟大家进一步分享一下选择权的一些交易案例。那这次要分享的案例呢，是7月28号刚刚结束的 IWM 的 Calendar Spread， 也就是日历或是跨期选择权。为什么 Joseph 最近非常积极的分享这种选择权的案例呢？因为有读者问，为什么 Joseph 可以每个月定期的投入美股？那当然这个原因有很多，第一个是我持续在工作，所以我工作的如果有剩余就会投入在美股市场。另外一个就是我会用不同的选择权策略产生现金流。那这些现金流就是我买入这些长期持有的股息成长股的一个资金来源。所以我会分享这些呢，并不是教你一定要照这些做，而是希望跟大家分享一个美股选择权一些现金流的策略。那不是每一笔都赚，那只是刚好最近市场比较好，所以我都分享到赚的这个案例。那今天这个 Calendar Spread 呢，就是就着前几周分享的 Calendar Spread 继续来说。那最近7月28号呢，我关了3个选择权的交易。那其实这个交易呢，时间都非常短。你可以看到我做一个 IWM 的 Calendar Spread 27% 的获利，9天的交易时间，也做一个特斯拉的 Butterfly， 也就是 Joseph 也非常常做的蝶式策略，它是 21% 的获利。这个是做在财报之后，所以已经知道方向之后来做。那第3个也是特斯拉的 Calendar， 那这个日历选择权呢，跟 IWM 的这个思路一样，那也都是 Joseph 之前分享过日历选择权的一个做法，那这个也是短时间就有 24% 的获利。那今天的这段影片呢，就先分享 IWM Calendar。那如果你对 Calendar Spread 还不了解，那前面有几段视频，请大家一定要反复观看。这个交易呢，并不是纸上谈兵的。Calendar Spread 也是我近期做了非常多笔交易之后呢，才逐渐有心得。那这个是很多专业投资人不愿意分享的一个策略。那我还不是专业的投资人，这些可能还有一些细节我还没摸索出来，但是已经有非常多成功的经验，所以我愿意跟大家进一步分享。如果你觉得我的影片有价值的话呢，请分享、按赞、留言让我知道。那在 IWM 我这个复盘的情况呢，就跟大家说一下。那 IWM 从7月19到7月28，在这一段时间是我的交易时间。IWM 的这指数基本没变，在指数基本没变的话呢，我的获利最后的获利是 27%， 这是扣掉 commission 之后的。7月19在196，但7月27就是结算前一天呢，忽然暴跌。这个其实呢，影响到我这个布局。在这个部分里面，我也告诉大家风险所在，因为之前的分享呢，大家很好奇的一点就是风险呢，如果超出布局的区间，那会怎么样？在这里呢，其实这一笔本来已经可能会亏了，那后来还好7月28弹回来，所以这里我们还会讲一下风险的这个部分。你可以看到，这是我把这一段时间，我大概是在这里布局的，然后呢，在这里出场的，所以在这一段时间呢，指数基本没变。我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偏高的地方入，那因为我觉得会继续涨上去，没想到它跌了2次，在跌了这一次之后呢，我往下加，但是呢，在跌了这一次之后呢，这个部分呢就差点让我整个布局亏损，还好后来下一天跳出来了，所以 Calendar 并不是完全没有风险。在7月19号 IWM 在197， IV 在19， IV rank 在 9%， 所以你可以知道它整个的隐含波动，也就是 IV 是非常低的。那非常低的情况呢，表示 IWM
这个波动可能小，预期的这个波动小，再加上股价稍微比较强势，所以在这里面呢，我通常都会选这个比较短时间的选择权。那我做的日历选择权呢，它主要有2只脚组成的。那近的一只脚是做卖方，远的一只脚是做买方。那这2只脚差的时间，可以是1周，也可以是更长。那为了结算方便，为了资产运用比较有效率，所以我是选择比较近的。但是如果比较没有日历选择权交易的经验，你可以把这2只脚的时间分开来，这样子一开始的投入会比较多，但是整个部位呢会比较好处理。那我做的是差1周，那这个是7月19号到7月28号到期呢，这其实也是将近1周到期。那我下198是因为 IWM 在197，那198呢大概是40 delta 左右。那因为我自己是往上看就觉得会涨，所以我下198，这是我当初下单的这个逻辑。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下的时候呢，在这个197左右，那我下198，那这个整个的这个区间到期日呢，如果我不动的话呢，区间应该是194到202，这符合我对 IWM 这个价格的这个预期。然而我做了之后呢，隔天就被打脸了。那个 IWM 呢，这里是194，那其实刚刚你记得是下缘就到194了。IV 没有很大的改变，但是整个的损益线已碰到左边了，所以在这情况呢，简单的修正就是我还有时间，简单的修正就是加下方的保险。下方保险的加的方式呢，就是下一个40 delta 的 put， 所以在这里呢194我下193刚刚好，那时间是同样的，那就是 July 28还有 August 4，所以这一样的时间。所以我在没有下的时候呢，你看到我这个已经出现亏损了，因为在这条线本来是平的，那在这里呢已经非常的接近在这里了。那我再凹几天呢，如果再往下跌的话呢，就可能会全盘都输。所以在这情况下，我调整之后，那就会变成对称的。那因为我现在就被打脸了嘛，那我不知道它到底会涨会跌了，所以我的任务是把这个区间扩大。所以到期日的时候呢，我的这个区间是191到200，所以上面的呢往下加一点，那下面的呢从194降到191，所以我把这个区间调大一点。那就算过了几天之后呢，这也在这个幅度里面就会 T+3 这条线就会好一点点。所以它如果价格不动的话呢，我应该可以看到获利，这也是我想要看的。所以到了7月26之后呢，刚刚记不记得从7月19、7月20到7月26，到这里其实我都不动，股价在196，IV 其实降了，但是其实这里我已经有 12% 的获利了。你可以有很多种选择，一种就是关仓走人，一种就是你对于 IWM 呢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想法。在这里呢，就是觉得好像还是比较强势，所以跌了之后又涨回来。但是后来来看呢，这是稍微冒险一点的做法，所以我在这里呢选择的是减少下方。减少下方之后呢，我从13减到9，所以呢我卖了一点点，让这里面稍微有点弧度，这样留着这个卖的比较好的呢继续。所以在这里呢有 12% 的获利。那7月27，在这时候呢一样留在这个位置，所以呢我想一想，在下面留着呢已经没有很有必要了。在这里是19% 的获利，那 19% 的获利如果关掉下面呢，那上面让继续跑的话呢，应该会获利不错。所以当初我的交易选择是这样，我出清下面。那我们看一看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减仓之后呢，我的损益图变成这样，你可以看到我的区间是194到201，所以其实变了窄一点。如果股价大幅的降，那在这里就会非常的危险。7月27上午我减仓，下午就大跌。下午的时候呢，IWM 呢就从197跌到193，虽然不算很大幅度的跌幅，但是已经跌出我的下缘，失去保护。这时候我的选择可以是认赔，或是多等一天让它回来。所以你可以看到我的损益图已经在这里了，所以在这里看到这种并不是一个非常好的做法。Calendar Spread 呢，如果你要非常有信心的话呢，才把下方的保护关掉。那在这里呢，移出 Tenor 的话呢，本来就亏损的部位就啪一下就跌回来了，所以太靠结算日的时候，这个价格的波动都会很大幅度的影响到你的获利。这 Calendar Spread 呢的固有的风险，但最大的风险呢就是你 Calendar Spread 的付出。所以我再怎么样亏，因为我已经锁定了一些利润了，所以我整单就算移到185的话呢，也顶多是亏一半。所以在这里呢，我觉得我可以赔得起，所以我可以做。所以好彩在7月28 IWM 涨回195，在195的时候呢，它就回到我的获利区间了，慢慢爬到196。那在195、196还没到197的里面呢，我就逐步减仓。那最后呢是用27% 获利把这个整个部位结束。那我想分享的呢，并不是我这笔交易有多成功，而是告诉你在所有的选择权交易都是有风险的。Calendar Spread 的交易风险在于你自己付出的这个权利金，如果越靠近结算，股价波动变大，超出你的范围，这时候就会出现亏损。所以在这里呢，你就要取得一个平衡，你要取得偏高的利益，冒比较多的风险，还是偏小的利益，但是比较稳定，这就靠每个人的风险属性，还有你对这个股票的预期来做了。所以回到我们之前说的，两只脚如果分开的话，一个礼拜呢，它的保护作用没有那么大。如果分开的时间比较长，那当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股价你比较远期的那个呢，就可以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所以这是这一次Joseph 侥幸逃过一劫的 IWM 日历交易选择权。希望这样的分享对大家有帮助。喜欢这样影片的话呢，请按赞留言让 Joseph 知道哦。